一輛全新的奧斯頓馬丁在經銷商展間裡整整放了493天，一輛賓利也放了463天。這些可不是二手車，而是货真價實、全新未領牌的頂級豪華機器，现在根本沒人買。經銷商為了把它們清掉，急到眼眶都紅了。不過，這就是這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只要你知道哪幾款值得撿便宜，哪幾款踩到就是坑，有些车甚至能幫你省下驚人的大把钞票。我們今天就來盘點12輛在2026年庫存放倒掛，直接擱淺在展間的全新豪車。看到最後，你就會徹底搞懂到底哪幾輛是巨坑，哪幾輛才是真正的撿寶機會。馬上開講。第12名，艾法羅密歐 Alfa Romeo Giulia 2026年式。当初 Giulia 喊出要当意大利版 BMW 3系列，说真的，一开始还真的有那么点意思。完美的操控动态让各大媒体一试驾就惊艳，双涡轮引擎拉轉夠猛，等紅燈時那個外形更是吸睛度爆表。但買這台車最可怕的是試駕結束後的長期持有地獄，皮椅香味依然高檔，但中控熒幕開導航開到一半直接卡死。美國 Car Edge 數據顯示 ，Giulia 的庫存天數高達202天，全美45天內竟然只賣出33台。追求性能的買家全跑去選 BMW 330i， 甚至韓系性能代表 Genesis G70。人家駕駛樂趣完全不輸，還不用像 Alfa Romeo 車主一樣，每天被意大利車妥善帥噩夢貼身纏繞。在台灣，雖然總代理一直沒正式引進，但這台車在貿易商、水貨市場和 PTT Car 版的討論度可不低。台灣車友跟外媒開出的訂單幾乎一模一樣，電瓶莫名沒電，電路小毛病一堆，影音系統動不動就死機。更慘的是，台灣沒有原廠後勤，車主找修車廠只能靠外匯車商或私房專修店，零件要從國外拉，修起來耗時又傷荷包，後勤體感直接從不方便拉滿到怒火重傷。再看跌幅折舊 ，Giulia 5年折舊率大概60%，也就是一台48000美元的車，5年後只剩1900美元，折得比你車貸還清的速度還快。不過換個角度看，二手市場又是另一番景象。如果你耐得住性子，在台灣買一台中古的 Giulia， 用一台頂配 Altis 或 Camry 的價格，就能撿到一台純粹的後驅操控神車。跟那些平民房車比起來 ，Giulia 的開啟感簡直把對方襯得像高爾夫球車一樣。只能說，意大利車牌在路上的確拉風，但維修單跟着你回家的痛，只有車主自己知道。第11名，艾法羅密歐 Alfa Romeo Stelvio 2026年式。如果說 Giulia 正在泥淖裡苦戰，那同平台的休旅兄弟 Stelvio 簡直就在旁邊滅頂，直接證明了 Alfa Romeo 的痛點根本不是車型問題，而是整個品牌架構。拉開駕駛車門，第一眼感觸到的就是那個沉穩厚實的重量感，那種渾厚扎實的扎實聲響，展現出純正歐洲工藝的細緻底蘊，是平價跨界休旅無論怎麼模仿都做不出來的質感。美國 Car Edge 數據顯示，Stelvio 的市場庫存天數高達216天，全美45天內竟然只賣出39台。車媒一致公認它的轉向與操控是同級休旅車裡最尖銳、最靈敏的，但包圍在操控之外的所有東西都是災難。經銷網絡稀少，零件價格高昂，維修排隊動輒數週，二手殘值更是從你開出展示中心的那一刻起，直接砸向地心。有車主甚至形容他的車載影音系統比起協助駕駛，更像是在跟駕駛搶奪控制權。這絕對不是任何人在買一台豪華跨界休旅時想聽到的評語。改款後的2026年式原本被寄予厚望，能解決這些痛點，但早期回饋顯示，那些電路小毛病只是換了一套更新穎的外衣繼續存在。但在台灣，情勢反而出現微妙的變化。過去10多年，這台車全靠貿易商水貨撐場，修車得找私房專修店。直到寶加聯合正式宣布代理回歸台灣，並祭出原廠保固與禮遇計劃，才稍微補足了後勤的斷層。不過，對於熱血車友來說，真愛的反向操作永遠存在。一台擁有505匹馬力，底盤由前法拉利工程師親自調校的 Stelvio Quadrifoglio 4葉草版，如果能趁着展示中心大砍價時入手，絕對是2026年花最少代價就能買到最高駕駛樂趣的性能休旅。前提是你真的甘願承受那些意式小脾氣，外觀帥到極致，拍起來比折舊速度還美的意大利美車。接下來輪到一台正在以驚人速度暴跌血流的德國豪華純電旗艦車款。第10名，賓士 Mercedes-Benz EQS 2026年式。賓士砸了數十億美元打造豪華純電的未來，結果市場的反應卻是在展示中心直接無視它。
走過路過直接錯過，坐進 EQS 駕駛艙，56寸的 Hyperscreen 超大曲面熒幕像私人噴射機駕駛艙一樣包覆着你，環艙氣氛燈會隨心情切換，高速巡航時的競速性更是誇張，憋氣1秒鐘，你真的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但美國 CarEdge 數據顯示 ，EQS 的市場庫存天數高達218天，全美45天內只賣出54台。傳統燃油版 S-Class 賣掉的速度快它好幾倍，新車開價破11萬美元，但2年車齡的中古車價直接砍半打6折，折舊鴻溝大到連口袋深的大老板都買不下手。經銷商就算寄出高達15000美元的現金折扣，依然清不完庫存，加上美國7500美元聯邦補助的取消，更讓想開支票的買家徹底收手。在台灣 EQS 的境遇也十分尷尬，新車定價高達588萬元起，但看看國內中古車市場或原廠精選中古車2-3年車齡里程極低的 EQS， 二手價直接掉到300多萬元，甚至400萬出頭。在 PTT Car 版與 Mobile 01上，車友對它的外觀評語多半是滑鼠造型、蛋殼車身，認為缺乏傳統 S-Class 那種霸氣尊榮的黑手黨氣場。大家寧願多花錢去買燃油 S-Class， 甚至平行輸入的外匯 S500。也不想去踩電動車折舊的大坑，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兒：電動3電系統的耗損零件比燃油引擎少得多，內裝質感完全不輸3倍價格的勞斯萊斯。對於打算一開10年的長期持有買家來說，以現在大幅崩盤後的價格入手，它反而是能買到科技感最頂尖的豪華房車之一。有車主貼切總結，這台車本身無懈可擊，但折舊速度簡直是犯罪。一台在錯誤定價下的頂級好車，它依然是一台頂級好車，下一台拿遍各大獎，卻依然賣不出去，跌下神壇。第9名，傑尼賽斯 Genesis G90， 2026年式，各大知名汽車媒體都給了 G90 極高的評價。JD Power 更給出91分的高分，在各家評比中，它甚至超越了賓士 S-Class 和 BMW 7系列。然而，那些口袋深的大老板走進展示中心時，依然直接無視它走過去，只因為車尾貼的是 Genesis， 而不是能在高爾夫球場或飯店待客泊車時讓旁人一眼認出的老牌豪華車標。美國 CarEdge 數據顯示 ，G90 的庫存天數高達236天，全美45天內只賣出124台。坐進後座，菱格紋 Nappa 真皮像大韓航空頭等艙一樣包覆着你，實木飾板觸感細緻，關門聲厚實的像金庫一樣，連賓利工程師看了都會默默點頭。但對於那些醉在地壺待客泊車小弟怎麼看的買家來說，這些細節根本毫無意義。G90 的折舊非常慘烈，3年內車價直接腰斬，這對一手車主來說是噩夢，但對耐心等二手市場的買家來說，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更厲害的是，韓系原廠10年或10萬英里的動力系統保固還能轉移給二手車主，這種自信心沒有任何一家歐洲旗艦品牌敢跟進。在台灣 ，Genesis 這個品牌雖然沒有總代理正式引進，但在各大汽車論壇與外匯車社群裡討論度一直很微妙。台灣車友對它的評價基本上是內裝配備頂天 ，CP 值超高，但掛上現代集團的血統，在台灣100萬甚至是300-400萬級距就是硬傷。多數台灣老板寧願多花錢買賓士3星芒或 BMW 藍白灰，也不想花大錢買一台被路人誤認成平價車的豪華旗艦。Genesis 贏了所有能被量化的數據，卻輸在唯一能把車賣出去的指標——品牌認同感。這也是豪華車市場裡看不見的硬通貨，獎項賣不掉豪華車，地位才可以。而 Genesis 到現在依然還沒破解這個密碼。下一台車的問題完全跟品牌形象無關，而是它的改款真的把所有東西都改得更爛了。第8名，奧迪 ODS-Q8 2026年式。奧迪這次重新設計了 Q8 家族，結果不改還好，改完反而把自家最忠實的車主群給徹底激怒了。坐進上一代 SQ8， 所有按鍵與旋鈕都在最順手的位置，實體的空調旋鈕回饋利落的控制键，每一次按壓都充滿極致的精準手感。但当你坐进2026年式车款，第一眼看到的卻是那些實體按鍵全部憑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片極度容易粘滿指紋的大面積亮面觸控熒幕。美國 CarEdge 數據顯示 ，SQ8 的市場庫存天數高達238天，全美45天內只賣出180台。車主最痛恨的抱怨全部集中在內裝，空調開關被深深埋在觸控熒幕選單裡，鋼琴烤漆面板隨便一刮就是劃痕，而 MMO 媒體系統更會在通話中隨機靜音。最誇張的是，內建導航在顯示路線時會突然無預警停止語音播報，在陌生的高速公路上，這簡直是拿行車安全開玩笑。對於一台開價高達93000美元，主打給車主頂級舒適享受的性能休旅來說，
這些日常小瑕疵簡直令人無語。在台灣 SQ8 無論是燃油版還是純電 e-tron 版本，售價都直接站上400萬至500萬級距。國內車友與論壇上的網友評價也非常貼切。奧迪的底盤跟雙觸控熒幕科技感確實沒話說，但全觸控盲操真的反人類。冷氣按鈕改成觸控，開車時要調整溫度，根本逼人分心看熒幕。加上台灣奧迪過去在 MMI 系統繁體中文化的卡頓與死機記錄，讓不少本來想買的車主轉頭投向 Porsche Cayenne 或 BMW X6 的懷抱。不過換個角度看，如果能接受這套界面，它其實藏着驚人的性價比。引擎蓋下那具 V8 雙渦輪增壓引擎依然是同級距裡最強悍的精髓之一。只要奧迪後續能靠軟體更新修正這些被罵翻的系統問題，那些趁現在殺價撿便宜入手的車主，等原廠軟體修正後，反而等於用甜價買到一台真正的長期優質性能車。當自家精心設計的改款成為車主逃跑的主因時，問題顯然出在車廠自己的決策上。下一家品牌頭銜更顯赫，地位更高，但車子卻卡得更死。第7名，保时捷 Porsche Taycan 2026年式。曾在幾年前，一台保時捷在庫房或展示中心賣不出去，卡了整整9個月，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事兒。但現在這件事兒就活生生在我們眼前發生。走进停在安靜展示中心裡的 Taycan， 那個低趴的車身姿態，充滿肌肉感的車間肌肉線條，以及像純種跑車般利落斜落的斜背流線，依然能瞬間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每一個角度都像是真心熱愛汽車的設計師一筆一畫雕琢出來的。美國 Car Edge 數據顯示，Taycan 的庫存天數高達266天，全美45天內只賣出142台，加上聯邦電動車補助取消，讓原本就在硬捏預算購車的買家更難下定決心。一台入門版 Taycan 開價約11萬5千美元，選配隨便加一加就輕鬆破13萬美元。但它同時也是目前保時捷全車系裡折舊速度最快的一款車。高檔低里程的中古 Taycan 正在以6折到7折的甜價淹沒二手市場。對於任何會做基本算術的買家來說，買新車的理由簡直完全成立不了。在台灣 Taycan 曾經是全台貴婦與新貴最愛的爆款電動跑車，新車車主選配加一加動輒500-600萬甚至700-800萬。然而短短2-3年過去，台灣中古車市場上的 Taycan 折舊慘況在 PTT Car 版跟 Mobile 01上成為車友熱烈討論的話題。2年折舊掉一台雙 B 新車價格，二手價直接下殺將近一半。以前保时捷中古價硬得跟鐵板一樣，現在Taycan車主卻面臨換車時二手車商收購價慘不忍睹的窘境。但如果拋開對折舊的焦慮， Taycan 依然是當今地表上最令人熱血沸騰的純電轎跑之一。貼背感極強的加速，完全打破車重限制的精準操控，以及純粹保時捷等級的造車工藝都無可挑剔。甚至有展间業務私下坦言，這是他從業以來第一次需要靠折價賣保時捷來維持業績。對於打算長期持有、不在乎二手殘值的玩家來說，現在反而能悄悄買到當前性能最強悍的純電轎跑，連保時捷都逃不過市場供需的鐵律。下一台是英倫經典品牌，現在則是直接卡在展示中心出不去。第6名，捷豹 Jaguar F-Pace 2025至2026年式。捷豹不只是賣不動車，它是直接連車都不造了。原廠为了全力轉型純電品牌，已經全面停產旗下所有燃油車款。然而，全美國經銷商的展間與庫存廠裡，至今還孤零零地停着2829台賣不掉的 F-Pace， 直接被這家在庫存清空，錢就拍拍屁股走人的車廠孤兒化。美國 Car Edge 數據顯示 ，F-Pace 的市場庫存天數高達239天，拉開駕駛車門，座艙裡依然飄散着那股無可錯認的英倫皮革香氣，那是一種溫暖深邃的質感韻味，是德國豪華品牌怎麼模仿都調不出來的奢華底蘊。機械增壓 V6 引擎拉轉時力道兇猛，隨時提醒你這具底盤骨子裡帶有純正的賽道基因，而行經坑洞路面時的行路質感更會讓第一次開到它的人大為驚豔。但捷豹在2024年到2025年間全球銷量暴跌 45.8%， 徹底摧毀了買家的信心。畢竟誰也不想花7萬1千美元去買一台品牌可能5年後就不復存在的燃油車，但在台灣情況又多了一層戲劇性。台灣捷豹路虎 JLR Taiwan 雖然隨着全球策略逐步清庫存，但台灣車友在 PTT Car 版與 Mobile 01上的討論方向非常直接。捷豹的氣質跟操控真的沒話說，但修車跟後勤簡直是修仙，零件要等國外海運，二手價直接下落引擎式掉牙。因此，二手市場上的 F-Pace 折舊慘絕人寰，但也吸引了一批專門找便宜、不在乎殘值的熱血玩家。不過，換個角度看，
如果你不在乎未來賣車的殘值，只想要極致的底盤與動力，這可能是目前全美甚至是全台灣最好溢價的豪華休旅車。展示中心為了清出空間給接下來要發表的純電新車，紛紛祭出10,000到15000美元的驚人折價。一個傳奇英倫品牌的燃油絕響正安靜地停在展間角落，等待有勇氣砍價的勇士把它帶回家。接下來是一台開價高達28萬美元，卻正在演變成品牌公關危機的頂級豪車。第5名，賓利 Bentley Flying Spur 2026年式。當一台開價28萬美元的頂級豪車滯銷將近1年，這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庫存問題，而是升級成整家公司的品牌危機。Flying Spur 至今仍在英國克鲁克鲁工廠由頂尖工匠花費數週純手工打造，皮革由頂級皮革廠逐章挑選，木紋飾板由幾十年經驗的老工匠精準對紋。車內眼睛看的、手摸到的每一個表面都像是專門為你量身定制一樣。但美國 Car Edge 數據顯示 ，Flying Spur 的庫存天數高達302天，全美45天內只賣出27台，等於全美1天賣不到1台。車子本身依然驚豔，但買家的消費習慣已經徹底改變。頂級富豪開始把資金轉向體驗而非物質，就算要買車，他們也更傾向挑選 Ferrari、Purosangue 這類極致性能車，而不是大部分時間只能停在恆溫車庫裡的4門大型豪華房車。再加上高利率衝擊，中古 Rolls-Royce Ghost 能以低許多的代價提供相同的社會地位，直接搶走不少客源。為了解決庫存，賓利甚至開始提供經銷商銷售獎勵。這對於過去全靠稀缺性與嚴格配額維持高貴身段的品牌來說，在5年前完全是無法想象的事兒。在台灣，這類超豪華房車同樣面臨殘酷的市場轉變。賓利總代理永三汽車引進的 Flying Spur 新車選配完動輒1400萬至1800萬元起跳，但在國內中古車市場與 Mobile 01 PTT 的層峰討論區裡，新車落地折幾百萬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車齡5-6年的 Flying Spur 在中古市場直接下殺到300多萬，折舊幅度大到連富商都會心疼。多數台灣金字塔頂端買家近年全面轉向休旅車 Bentayga 或雙門跑車 Continental GT， 讓這款4門旗艦在國內同樣面臨極高的高處不勝寒窘境。不過對於極少數真正追求英倫手工奢華且打算持有10年的買家來說，原廠現階段罕見放開的溢價空間反而成了絕無僅有的大好機會。當賓利都不得不開始變相折價時，代表豪華車市場已經徹底洗牌，下一台意大利車將從完全不同的價格帶講述着同一個故事。第4名，瑪莎拉蒂 Maserati Grecale 2026年式。瑪莎拉蒂原本將 Grecale 定位為旗下最親民的入門主力，期待這台車能把意大利式的熱情帶進主流豪華跨界休旅市場。閉上眼睛坐進車裡，發動瞬間那聲經典的瑪莎拉蒂聲浪依然令人震撼。那種低沉渾厚的機械怒吼，是德國對手就算在虛擬聲浪喇叭裡接再多線路也複製不出來的靈魂。睜開眼睛，座椅縫線展現出優雅的意式皮革質感，拍照起來極具奢華感，至少在保固期內看起來非常吸睛。但美國 Car Edge 數據顯示 Grecale 的庫存天數高達379天，全美45天內竟然只賣出31台。這原本應該是撐起品牌銷量的大眾車款，庫存量卻堆到了整整1年以上。瑪莎拉蒂的母集團 Stellantis 近年陷入各品牌銷量下滑的泥淖，而 Grecale 就是過度共享底盤與成本精簡策略下無聲摧毀豪華品牌尊榮感的典型代表。車主陸續反映組裝品質不穩定，經銷保養據點過於稀少，甚至保養維修得跨州開上好幾個小時的車，整台車充滿了急着上市的倉促感。在台灣，總代理蒙蒂拿將 Grecale 登台開價從368萬起跳，頂級 Trofeo 版甚至逼近600萬元，直接對標 Porsche Macan。在 PTT Car 版與 Mobile 01上，車友對它的評價十分兩極，有人沉迷於3叉戟廠徽的夢幻光環與優異的轉向操控，但也有不少車友狠批，這個價位大家最後還是買 Macan， 保值度跟後勤完全是兩個世界。二手價格跟 Levante 一樣，掉的跟自由落體沒兩樣，但如果只看操控 ，Grecale 的底盤在極限邊緣的動態表現，確實比 Macan 更具樂趣。對於將極致駕駛感受視為第一考量的買家來說，展示中心祭出的絕佳溢價空間，讓這台全新瑪莎拉蒂成了品牌歷史上最容易入手的時刻。瑪莎拉蒂不斷宣示重返榮耀，但銷量數據卻始終不給面子。下一台車則是滯銷到多數人連它的車標都認不出來。第3名，路虎 Land Rover Discovery 2026年式。Discovery 在展示中心和庫存場停得太久，
久到有些車甚至直接在經銷商那裡過了生日。在2026年的車輛可靠度調查中 ，WarrantyWise 將它評為可靠度榜單的倒數第1名。這代表相較於同級距的任何競爭對手，這台車需要突發性昂貴維修的統計幾率高得嚇人。這絕對不是什麼光榮的勳章，而是原廠在窗貼規格表上記得漏寫的警告標籤。美國 CarEdge 數據顯示 ，Discovery 的市場庫存天數高達216天。這台7人座豪華休旅售價從$62,000起跳，配備選一選，價格一路飆升，直接撞上 BMW X7 和 Mercedes-Benz GLS。這兩大德系強棒不只提供相近的室內空間，還擁有好上太多的妥善帅名聲，以及開到哪兒都有的完善經銷保養網路。過保固期後，每次进廠維修平均要花上$2,500，而且进厂頻率高到讓人非常不舒服。這時 Land Rover 的真實持有成本才會月復一月的顯露出來。5年後 ，Discovery 的殘值只剩35%，也就是一台$75,000的車，在多數車主車貸還沒繳完之前，就只剩$26,000的價值。在台灣 ，Land Rover Discovery 車友俗稱大D或第5的處境同樣非常微妙。国內定價動輒300-400萬起跳，但在 PTT Car 版與 Mobile 01的豪華休旅討論區中，台灣車友對它的評價向來愛恨交織。修車修到變朋友，不是在修車，就是在去修車廠的路上。環保材質跟氣壓懸吊壞掉時，心真的會痛。然而，大家也公認它的防呆越野模式 Terrain Responses 超威，真7人座，空間打趴一堆假7人座 SUV。只要是想帶全家3代出遊或露營的戶外派買家，很難不被它的強大空間吸引。只要坐進車內，你就能理解為什麼還是有人會為它掏錢。7個成年人坐進去都相當舒適，駕駛視野高高在上卻沒有壓迫感，地形反應系統在越野時的表現更是一絕，絕非一般都會休旅能比擬。對於預算充足、能預留維修基金且懂得橫砍折扣的長期買家來說 ，Discovery 是一台隱藏在慘烈折舊曲線背後、功能極度全能的家庭休旅。下一台曾經定義了整個車款集聚，如今卻陷入苦戰。第2名，賓利 Bentley Continental GT 2026年式，砸下$25萬買一台頂級 Grand Tourer 雙門轎跑，結果卻眼睜睜看着它停在展間庫存場超過15個月賣不掉。這種噩夢足以讓賓利高層盯着庫存報表一路發呆到半夜，用手輕撫 Continental GT 的中控台。皮革的手感與這整份榜單上的任何一台車都不一樣，它更厚實、更溫潤，甚至在指尖下帶有一絲生命力。那是英國克魯 Crew 工廠的工匠在塗上固定膠水前花費數周人工挑選揉製才完成的頂級皮革。但美國 CarEdge 數據顯示 Continental GT 的市場庫存天數高達463天，全美45天內只賣出32台，直接成為全美賣得最慢的頂級豪車之一。改款後的2026年式取消了品牌最標誌性的 W12 引擎，全面換上 V8 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這讓傳統車迷與原廠基本盤的反彈聲浪此起彼落。老車主一致認為舊款 W12 帶來的龐大綿密運轉品質無可取代，而新換上的油電系統雖然動力驚人，效率更高，但在情感層面上就是少了一股定義這台車精神的絕響魂魄。一台全新 Continental GT 光是開出展示中心的前2年，折舊金額就高達$8萬。現在二手市場上2022與2023年式的車款價格幾乎只有新車的一半。這讓任何重視工藝細節大於新車味的聰明買家都意識到，買二手車才是理性的多選擇。在台灣，總代理永三引進的 Continental GT 選配後，動輒高達1800萬至2000萬元以上。在國內高階車友社群與 Mobile 01 PTT 的層峰板塊中，這款豪華雙門轎跑同樣面臨落地直接折掉一台豪宅首期款的殘酷現實。過去擁有一台 W12 車型是地位與財力的極致象徵，現在油電化後，中古市場的頂級買家觀望氣氛極濃，但也讓懂得大膽議價的玩家有了絕佳的進場談判籌碼。當中古車的性價比遠遠斬壓新車時，代表市場的供需機制已經出現嚴重警訊，而這也順勢帶出了我們今天的第1名。第1名，奧斯頓馬丁 Aston Martin DBX 2026年式。一台全新的奧斯頓馬丁在庫存場停了493天賣不掉，這已經不是銷量平庸，而是一場穿着頂級定制西裝的企業級災難。DBX 原本被寄予厚望，要拯救整家公司，這台休旅車預計要替跑車產品線幹住資金，成為讓 Aston Martin 幾十年來首次獲得財務穩定的金雞母。
坐進駕駛座，奢華的皮革像量身打造的夾克般緊緊包覆着你，發動引擎，低沉渾厚的怒吼震動着轉向軸。就在那一瞬間，你完全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愛上這台車。然而，現實隨即給了所有人重重一擊。一項召回計劃覆蓋了將近4000台車款，原因是後懸吊系統的螺栓可能會脫落，導致懸吊臂破裂，甚至在行駛中完全失效。德國就有一位車主在高速公路上因懸吊系統斷裂失去控制，直接撞上其他車輛。許多從 Porsche Cayenne 轉過來的車主更反映，車子充斥着各種電路小毛病，車載系統動不動就死機，要是沒接上慢充，停在車庫幾天電瓶就會自己放電到沒電，超過27萬美元的起步價，直接把 DBX 推向了與 Lamborghini Urus、Ferrari Purosangue 以及 Porsche Cayenne Turbo GT 的正面對決，但這些競爭對手在妥善率名聲與經銷後勤服務上表現都好上太多。一位長期持有 Aston Martin 的車主在論壇上的留言極其貼切 ：DBX 能正常運作的時候是一台極度美麗的好車，但這句話需要加上能正常運作的時候這個前綴，就已經說明了為什麼這台 $250,000 級別的名車會在展示中心落灰快500天。在台灣，總代理永三引進的 DBX 與性能版 DBX 707選配完動輒1000萬至1600萬元以上，但在國內的層峰車友圈與論壇討論裡 ，DBX 的二手價折舊同樣令人心驚。雖然它那來自 Mercedes-AMG 的 V8 引擎聲浪極具張力，外形優雅大氣，但對於台灣100萬乃至1000萬級距的買家來說，後勤零件等待時間過長，電路小毛病多，以及中古市場極度冷門的殘值表現，讓多數口袋深的大老板最終還是選擇了保值度與後勤成熟度更高的 Cayenne 頂級版或 Urus。12台豪華車，6個國家，總價超過200萬美元的新車正擺在展間角落積灰塵，有些是貨真價實的維修陷阱，有些則是隱藏在眼皮底下的絕佳撿便宜機會。真正的老錢買家從不恐慌，他們只會耐心等待，而最聰明的買家已經開始談判那些車廠過去從不打算釋出的驚人折扣了。